核武器也能装入背包，小范围的对敌人造成核打击。红警各位都玩过吧？核背包效果就跟伊拉克辐射工兵差不多，甚至更好。毕竟伊拉克辐射工兵只是放辐射，只对人有效果。这种核背包在放辐射的同时，还能炸毁对面的建筑，什么港口、总统的办公大楼之类的重要位置，都是核背包的战场。它还有一个学名：便携式战术核武器。注意，这个便携式就跟现在常说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一样，单兵使用。以往在战场上充当炮灰的步兵，摇身一变，直接成为人见人怕的核武释放者。那么，这种核背包的威力有多大，又该如何使用？火力军这期视频就来聊聊那些长相奇葩的核武器。核武器可以划分为战术型和战略型核武器。战略型核武器就跟大家想的一样，可以造成大范围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不仅射程远，而且打击范围也很大。而战术型核武器打击范围没有那么广，主要是用于对前线战场的支援。但是这种小型的原子弹可以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比如核鱼雷、炮弹等各种小型的装置。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备受美苏青睐，什么原子加农榴弹炮、无后坐力核火炮、核地雷、核背包、手提箱核弹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战略核武器虽然强劲有力，但是后果也很大，轻则上亿人死亡，重则世界重启，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战略级核武器一般都是放在仓库里吃灰，没事拿出来晒晒，保养一下，确保能用。但是战术级核武器不一样，机动性能好，还便于携带。在冷战初期，美国和苏联都预见到了可能有限使用核武器的战争。在这些有限使用的场景中，小当量核武器可以阻止敌人使用战场上的某些特定区域，或作为一个大型爆炸装置，用来摧毁敌方高价值目标或人员。而作为战术核弹引起山体崩塌，以此来塑造战场局势。在这种思路指导下，整个上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的两大核武器研制基地洛斯阿拉莫斯和桑迪亚核武器实验室，做梦都想把原子弹缩小到导弹可以携带的尺寸。不过，无论是导弹还是投掷核炸弹的轰炸机，都是属于美国空军和海军的。美国陆军不愿意了，自己身为3大军种之一，没点核武器说不过去吧，表示在有限核战争策略要有自己的位置。于是，适合陆军应用的核炮弹、核地雷等就被研制出来了。而其中最离谱的当属背包核弹，大致的意思就是让士兵们背着这个箱子去炸苏联人。上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海豹突击队配备了一款小型的 SADM 核背包弹药。核背包将钴60、铯137或铯90等放射性物质包裹起来，混合在爆炸物中，通过巨大的爆炸力将内含的放射性物质，主要是放射性颗粒，抛射散布到空气中，造成相当于核放射性尘埃的污染环境。如果辐射水平超过正常1000倍的话，就能将范围内80%的人杀死。核弹能通过一种特殊的背包携带在身上，也能够由降落伞投送到敌方领土。对于如何携带、布置核背包、如何设置背包炸弹的定时装置，这些内容开展针对性训练。不过，许多参与这一训练的士兵们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杀式的任务。在美国，受过专门训练的绿灯部队就是美军精锐的核背包行动部队。经过专业训练后，该部队会渗入敌军阵地，利用核背包对重要的敌军目标进行打击。根据设想，如果与苏联发生战争，绿灯小组可以从北约国家秘密渗透到华沙条约国家，通过摧毁补给站或通信中心来阻止苏联军队的攻击，并且便携式核装置还可以放在敌方指挥中心或其他设防阵地附近，以摧毁关键的野战指挥和通信设施。SADM 核背包用的其实就是 B54 核弹，这种 B54 核弹高 45.7 厘米，直径 27.3 厘米，重23公斤。该弹体被装进由铝和玻璃纤维制成的子弹头形状的容器中，容器底部装有控制面板。为了防止未经授权使用这种核弹，控制面板用密码锁锁住，锁上有夜光涂层，以便夜间开锁。这种武器的最大爆炸当量相当于1000吨 TNT。
根据计划 ，SADM 可以对敌方的机场、仓库等重要的设施进行轰炸。另外，它还可以对敌方的装甲群进行有效的打击。美国的这种战术核背包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安装，可以摧毁或杀伤180米距离内的坦克，或者是260米距离内的装甲输送车，再或者是950米距离内的暴露人员。在使用的时候 ，SADM 核战术背包通常由2人行动完成任务，其中1名组员携带背后伞降到敌方领域，随后安装到相应的战略位置，另1名组员伞降之后给予前者支援，但是后者并不携带核战术背包。放置完毕后，行动小组的2人设置定时装置，然后游入大海与自家的潜艇或者高速水面舰艇汇合后撤退。如果这种核战术背包被放置在陆地，苏联装甲部队沿3公里正面发起进攻时，就可摧毁其12%的坦克、17%的装甲运输车。注意，这只是如果，毕竟没使用过。眼看美国的核武器搞得风生水起，苏联也没有坐以待毙，搞出来一个超频6，也是核武器小型化的极端产品，也就是手提箱核弹。当时在哈萨克斯坦试验1000吨的爆炸威力，把周边半径800米的沙漠直接改变了模样。在实战时同样能摧毁敌方的武装设施，特别适合恐怖分子来一个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超频6根据爆炸当量不同分为2款，大号的尺寸为全重40公斤，爆炸当量为2000吨 TNT， 小号尺寸全重为30公斤，爆炸当量1000吨 TNT。2种便携式核弹的核材料都选用铀和土元素。核弹装置被封存在一个类似行李箱的装置中，核弹的保护壳上还有相关的解锁和定时装置。这种武器的使用方法和 SADM 相似，这种核背包可以说令人防不胜防。就比如说，通过民用船只或者潜艇、飞机等运载工具，偷偷将1枚核弹运至美国领土上，然后引爆。这种在很多电影里都有描写。冷战时期，早在苏联1949年首次搞核爆炸之前，美国安全官员就开始研究核武器被偷运至美国的威胁。当时，美国情报部门的结论是，当苏联打算发动全面战争时，苏联会在开战前偷偷摸摸地搞这种核武器袭击。美国情报部门甚至还怀疑过，苏联特工可能已将核武器偷到了纽约和华盛顿的苏联外交官邸。1953年，《纽约时报》还专门发表文章提醒，甚至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警告公众当心小型旅行袋核炸弹。由于当时美国边境的管控非常松弛，所以很多官员和民众都认为敌方可能会利用投运核武器来达到颠覆美国政府的目的，是当时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当时的美国认为，苏联可能通过以下途径将核弹的部分运往美国：通过外交邮袋运抵美国，通过乘坐飞机的乘客用行李箱运送，通过小船或者潜艇送到一个人迹罕见的海滩。苏联的特工事前潜伏在美国本土，当这些部件抵达美国时，他们会伺机而动，对这些部件进行组装，进而引爆核武器。当时检测技术可和现在不一样，加上还有偷渡的，根本没法阻止。可惜这种武器在使用的时候风险会比较大，虽然它能对敌方产生极大的威胁，但是同时它也能对使用者造成伤害。由于当时的技术限制，用来进行倒计时的定时器并没有那么准，所以使用的士兵并不能准确地判断爆炸的时间，因此很有可能会在引爆的时候伤到自己。所以苏联解体之后， SADM 紧跟着在1992年就退役了。除了核背包，还有一种便携式核武器——无后坐力核火炮 M338， 出生时间也是冷战时期。在70、80年代，美苏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尽办法发展军工业。当时各种奇葩武器层出不穷，美国就搞出来一个 M388 火箭筒。初听起来，这火箭筒很普通，但是要注意，这火箭筒发射的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炮弹，它发射的是核弹，也可以说是核火箭筒。任何一个武器一旦沾上了核这个字，基本就不用过多的语言来形容有多强了。这么说吧， M388 火箭筒用的 W54 型核弹头，这东西往外一扔，半径300米内寸草不生，600米内轻松致死，2公里内都能造成一
定的损伤，因为它爆炸会产生大量的光辐射、热辐射，并且散布大量带有辐射的粉尘。而且这种火箭筒极其便携，2个人就可以操作。听起来是不是强的不要的？这玩意儿对付苏联的坦克群不要太简单，一颗往坦克堆里一射，整个坦克群都得报废。2个人灭掉一个坦克集团，但是这武器有个坏处，伤害范围超过了最大射程。而且这玩意儿精度极差，因为没装啥制导系统，所以这个不仅是要你命3000，更是杀敌1000，自损800。这意味着每发射一枚 W54 就有1名士兵牺牲。这种武器在底层美国士兵那里不受欢迎，但是美国政府在当时急忙于和苏联竞争，这种便携式的核武器还是引起了军方的关注。毕竟以小博大，2-3个人换个坦克集团，要是真给坦克群中间来一发，这2-3个士兵就算是被辐射了也能接受，大不了公事公办，发点抚恤金，然后美国军方就开心快乐的开始生存这玩意儿了。一共2000多个核火箭筒被制造出来，下发给陆军，就这么开始测试了。美国陆军心里苦啊，一边把这设计者祖宗18代全部拖出来问候一遍，一边小心翼翼地测试这种自己跑不出杀伤范围的自杀武器。至于实验结果被美军封存了，应该是威力有点大，有几个倒霉蛋被迫测试这个核火箭筒，然后欣赏了一朵蘑菇云后见了上帝。而且不只是因为这东西能自杀，更重要的是，在2个核大国作战中，核武器永远是用来威慑的。毕竟核武器威力摆在那儿，你说你掏个这么点大的核武器出来，就为了炸对面一批坦克而破了先例。对方看你用核武器，直接扔了2战略核武器到你首都，这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小玩意儿其实没啥用，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于是1971年 M388 火箭筒就这么被下架了。无独有偶，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也启动了无后坐力核火炮的研制项目，代号雷斯达计划。该项目研制成功2门230毫米口径无后坐力火炮，采用 BTR-60PA 底盘，炮弹长 2.3 米，直径360毫米，重68公斤，最大射程6公里。该炮试射了固体燃料火箭 9M24， 但没进行核战斗部试验。由于某些原因，该计划最后被取消。1968年，苏联转向研制罗莎和拉姆短程战术导弹，这2种导弹均配备特殊弹头，前者为步兵团使用，后者反坦克用途，射程为1到8公里。除了核背包、核火箭炮，便携式核武器家族里还有核地雷。北约在50年代初研制的所谓核地雷，也被叫做原子爆破装置。它是将普通地雷中的常规装药更换为核装药，在地雷的构造上和一般地雷没有太大的区别。这种地雷主要是对付地面集群目标使用的，尤其是装甲集群目标，主要用核爆炸构成的地形障碍，比如弹坑、堆积物和放射性污染来阻止敌军行动，迟滞敌坦克群的开进或直接杀伤敌军。也可以埋在敌军后方的军事设施区内，利用定时器或指引遥控器爆，用来破坏敌后方的机场、指挥所等。为防止发生意外，核地雷一般装有安全密码装置，最典型的就是蓝孔雀，也可以说最奇葩的，用鸡来保证核地雷的正常运转。冷战的高峰时期，当时为了防御苏联入侵西德，北约决定开发核地雷。英国战争办公室在1954年下令开发代号蓝孔雀的核地雷，这是一种重达7吨的核炸弹，结构设计借鉴了皇家空军的蓝色多瑙河核弹。虽然名为地雷，但其实这是一种预埋的遥控核炸弹。由于缺乏裂变材料，蓝孔雀陆军借鉴了皇家空军的蓝色多瑙河自由落体核炸弹的设计，由布核和围绕在周围的高能炸药组成。最外层有一层厚厚的钢外壳密封，爆炸当量1万吨 TNT。这些核地雷可以通过远在5公里外的遥控装置引爆，也可以使用自带的定时装置引爆，最长可以设置在8天后引爆。
1957年7月，英国陆军订购了10枚核地雷，部署在西德。英国计划将它们埋在西德广袤的平原下或者莱茵河中，一旦苏联入侵西德，立即引爆，用爆炸产生的巨坑和放射性尘埃阻挡苏军。限于当时的技术，德国严寒的冬天，地下的低温会让地雷引信失灵，无法引爆核战斗部。英军甚至想利用小鸡的体温来维持地雷温度。计划中，部队在布好地雷撤离的时候，士兵将一群小鸡放入核地雷的外层保护装置，并在里面放入食物和水，让小鸡的体温保证这枚核弹的正常运转，这样可以保证核地雷在8天内运转正常。英国担心在盟国部署核武器可能引发大面积放射性污染以及政治争端，这一计划最终于1958年2月取消。毕竟在自家家里面安装核武器，德国肯定是不愿意啊。在核地雷这方面，美国也有研究。上世纪50年代末，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利用 W9 核炮弹为基础，研制了 Mk9T4 型核弹。Mk9 型核弹可拆卸为5个组件，由特种部队士兵携带潜入目标附近组装后埋设。它的权重降低到90公斤，可以满足作战小组背负使用。Mk9 在1957年开始生产，一直服役到1963年，后来被 W30 型多用途核战斗部和 W45 型多用途核战斗部所接替。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研制的 W45 中型核弹是美军便携式核武器研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MADM 核地雷用的就是它，重量虽然仍接近181公斤，但其安全性和可操控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W45 核弹头 0.7 米，重约159公斤，爆炸威力为 0.1万吨到 1.5万吨 TNT 当量。不过，军用便携式核武器巅峰的到来，还要归功于 W54 核弹头的研制成功。W54 重量仅有 23.3 公斤，完全可以由单人携带。由于重量小， W54 被用于多种战术核武器，比如被称作自杀核火箭的 M388 戴维核火箭弹。总的来说，就便携式核武器而言，苏联开发要比美国稍晚一些，后发优势使得其技术更为成熟，体型也更娇小。但是现在这种小型核武器已经没了踪迹。归根结底，无论核武器怎么小型化，它的本质还是核武，跟常规武器还是有很多的差距。现在每个拥核武大国的看法就是，一旦发现有人使用核武打自己，无论威力有多大，都会实施核反击，而且还是名正言顺。就比如美国之前又新研发出来一种战术级核武器，也就是 W762 新型热核弹头，重量164公斤，威力仅相当于当时广岛原子弹的1/3，也就是5000吨 TNT 当量。但是能用在常规战场吗？不能。美国智库也曾经做过推演，即使只是限定了微型核弹头的适用范围，但是最终还是会演变成核大战。这种小型的核武器就是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想要再关上就没机会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看官还知道哪些奇葩的核武器？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各位在视频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